两大毒瘤不除，老百姓怎么敢消费？原来老百姓的钱都被吸走了。中国经济从疫情之后交出了十分喜人的答卷，中国整体经济走向正在稳步向好。从数据来看，各行各业正在欣欣向荣的复苏，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悲欢离合并不相同。对于大多数底层百姓而言，如今的日子仍然拘谨。一边是国家层面龙飞凤舞的经济走向，另一边是老百姓捂捂着钱包不敢消费，不可不说是个怪现象。网络上的老百姓们最热议的话题是消费降级，原本使用的商品开始寻找更加低廉的代替，实体产业的生意门可罗雀，过去热闹的商业街如今只有节假日能看一看。居民的收入好像是涨了，又好像没有涨，钱到底都去哪儿了？原来是有这两大毒瘤，把老百姓的钱都吸走了。一、楼市与房贷。纵观全球各国的发展史，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初期，如果不是通过对外掠夺的方式积累原始资金，那必然是通过房地产的模式来催生第一笔发展资金。上世纪80年代，日本房地产泡沫究竟有多么宽广，世界人民为之瞩目。最终失去房地产的日本陷入了失去的30年。如今踩着日本走过的坑，中国也来到了这个交叉路口。曾有专业人士锐评，如今中国楼市已经到了涨价会崩，降价也会崩的地步。前几年中美之间的经济战，本质上也是中美之间在中国楼市之间的争夺。在当时的美国看来，只要引爆中国的楼市，那么中国经济自然瓦解。时至今日，中国经过多年努力，已经突破了大多泡沫，但是一手房价格依旧不低。此消彼长之下，民众生活的拘谨程度再次上升。有了房贷之后，居民生活需要考虑成本，日常被用来生活、购物、娱乐的资金，可能大半被用来偿还房贷。房贷甚至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前途。民间有一种说法叫做有了房贷的中年男人，几乎活在了被别人支配的阴影之下。有了羁绊，有了顾忌，所以中年人在生活中更加小心翼翼，活得更加疲惫，也更加没有尊严。如此一来，这些人只能想方设法的去增加收入，比如搞副业、送外卖、开网约车等等。这两个行业被社会群体视作最后的避风港，但是如今在很多地区想要当一个骑手，甚至需要送礼入门。而开网约车，很多人只是在手机上注册一番便下场开车，但实质上并未得到官方的应允，或许是为了省一笔保险费。再去修改车辆属性之后，车辆的模式就会从私家车变成营运车辆，第二年保费至少上涨1000块。不去进行车辆变更，虽可以把这部分钱省下来，但却变成了所谓的非法营运。一旦被发现，就会面临罚款，部分地区罚款金额在数千到上万不等。可以说辛辛苦苦一个月，最终变成了免费打工。打工领着微薄的薪水，还着看似遥遥无期的房贷。更加心寒的是，全国有许多地区的楼盘陷入了烂尾。有数据统计，截止2022年，中国 3.85% 的楼盘烂尾，总面积高达 2.31亿平米。这就意味着上万亿的资金被打了水漂。依照现有的贷款合同模式，损失全部由住户个人承担。虽可以和银行协商退还房贷，但银行愿不愿意退还真不一定。虽然法理上说得通，但还是不得不问一句，凭什么？难道231万个家庭就活该房财两空？如此看来，楼市和房贷俨然是居民口袋中的一颗毒瘤。二、喜忧参半的电子商务。记得在10年之前，电子商务随着移动网络客户端的发展，正式进入黄金时代。双11购物节单日成交量屡破新高。记得当时某互联网巨头还放出豪言，实体店做不好的事情我们会做好。的确，电子商务发展早期，凭借着省去中间商赚差价、货源直对客户、低廉的货运服务等优势，寻常百姓的确享受到了优质服务和产品。但是随着电子市场的全面铺开，当整个市场逐渐尘埃落定，资本家们的獠牙露了出来。
电子商务也从真正的物美价廉，变成了一个个的消费陷阱，又导致民众消费。比如领优惠券，千万别说什么没人求着你买这种推卸责任的话，这种言论大多数是店家发出的，实质上这利用了一种鸟笼效应。简单来讲，如果你有一天买了一只鸟笼，十分精美，十分喜欢，你便会想着为它配齐一些其他的设施。过几天你会添一只鸟，再过几天你会添加一些其他的设施。这并非是人性贪图享乐，而是一种正常的思维心理活动。那些个大额的优惠券，其实就是进入手中的精美鸟笼。有人会觉得起码这张优惠券让自己享受到了便宜，但实质上网络上商品定价的修改也只是一串代码的事情。不止一次有网络媒体披露，在购物节前夕，寻常货品价格会大幅上涨，在享受到节假日服务优惠之后，价格反而比平时还要高，这便是赤裸裸的消费陷阱。另外，店家们还十分懂得沉没成本的原理。普通人在网络上享受到的优惠越多，便越想买东西，随后买的东西越多，就越想享受优惠，最终陷入一种循环之中。最后的结果就是购物车中放置一些临时起意的东西，一部分已经付款，另一部分等待付款。即便此时消费者已经觉得肉痛，但是此前投入的经济成本还是让他们咬着牙继续付款。货品的价格还具有欺骗性，网络上大部分定价尾数都是8或者9，即便消费者知道只差1-2块钱，但心底里还是会觉得便宜。由此一来，网民们更加容易陷入冲动消费。当手中微薄的工资转化成互联网上的一组数据，老百姓对于钱的真正观念便会模糊。寻常中或许舍不得50块钱吃一碗面的人，到了网络也许会觉得90几块钱买一件不需要的商品是一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一边降低对金钱的概念，一边又利用手段诱导老百姓消费。最终普通民众的钱就会源源不断的流向那些店家的手中，一来二往，老百姓的口袋更空了。相比较起楼市明晃晃的吸钱，电商这颗毒瘤的危害则像是温水煮青蛙一般，手段温和，但是危害更大。3. 草莽时代已过去。当寻常人发现自己无论如何努力，都始终绕不开各类陷阱，最后的结果就是选择躺平。房子我不买，婚姻咱不结，孩子我不生，鸡汤我不听，主打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如此一来，房地产厂商便傻了眼。过去这些人为了更好的收割普通人的钱，设置了一条更比一条高的壁垒，普通人想要跨越，必须拿出今后几十年的收益。要知道，房屋的本质不过是一些钢筋混凝土，大多数人1-2年的收入完全可以将之囊括，那么多出的几十倍支出到底去了哪里？过去的房地产总会自我标榜称自己拯救了中国10年的经济发展，但是却从来不提自己透支了老百姓未来几十年的消费能力。此前网络上出现这样一段论调，号召普通网民能买房，尽量早买，否则未来即将房价上涨。这种论调一看便是房地产厂商们自我炒作，国家如今一盘大棋戳破房地产泡沫，未来房价还能继续上涨，那岂不是朝令夕改？只能说向老百姓发表这些论调的商家们非蠢即坏，而另一边各大电商以及头部带货主播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普通网民的消费降级仍旧在继续，头部带货主播的号召力明显下降。前段时间某位带货直播甚至已经公然翻车。草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一句家人们就能获得万千订单的时代终究过去了。相比起精神上的愉悦，民众更加珍惜兜里的仨瓜俩枣。未来的网络购物不再是凭借简单的消费陷阱就能够收割，不再是凭借产品捆绑就能够增加销量。谁的质量更好，谁的价格更低，谁的性价比更高，谁才能获得更好更多的订单。可以说，广大老百姓的自我觉醒也算是对市场的一种整顿。电商行业应该回到其该去的领域。过去的10年，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助长了一些不正之风，也让一些厂商店家们找不到自己该占的位置。
如今冷静下来，从云端跌落的他们终于回到了自己该在的位置上。那么此时他们或许应该好好想一想，自己究竟应该在社会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？什么所谓的不可撼动，都熬不过广大群众的意志。两颗毒瘤吸干了民众的钱包，却依旧贪婪。如今市场冷淡，何尝不是民众对此的回击？两颗毒瘤不除，老百姓的消费永无宁日。没有钱消费，有了钱更不敢消费。结语：民众无钱花，不敢花，是如今社会各阶层的真实写照。与之相对应的是银行贷款门槛的提升以及存款人数的增加。从这些人能看出，为何今日中国老百姓无暇消费？本属于老百姓的钱到底去了哪里？要消灭毒瘤，未来的路依旧任重道远。